大家好，我是阿庆。说到卤牛肉，我相信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一套食谱，除了不吃牛之外，那有些人会觉得卤牛肉蛮麻烦的，因为牛肉跟猪肉差别在于卤的时间要比较长，还有你可能要加比较多的香料、酱料来卤。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一道卤牛肉的做法，比较特别是我们先腌，腌完之后再下去卤。那卤的方式，我用家里都会有的煮饭电子锅，够简单了吧？今天的卤牛肉我用的是牛腱心。你去买牛腱的时候，比较专业的说法会有两种，它有前腿腱跟后腿腱。那我们不管前腿跟后腿，它里面会有一个比较小颗的叫牛腱心。然后一般你看到牛腱，它会多大？基本上会是这两颗合起来的大，这么大。牛腱心它会小一点。牛腱心的肉比较软嫩，然后口感也比较好。至于你要牛腱或是牛腱心，就看你自己个人的喜好而去买。那我今天做法，因为我要用腌的方式，所以牛肉先不要汆烫，把它洗干净，擦干表面的水分之后，直接下去生腌。现在这个牛腱呢已经处理好了，拿一个叉子，表面这样子戳几下。等一下腌牛腱的时候，你有透过戳这几个洞，腌料它会更快速，而且会更完整的吃进去。现在第一步来腌牛肉，先把这两个牛腱放到一个盆子来，黑豆酱油5大匙，黑豆酱油膏3大匙。卤牛肉加这个或许对你来讲会比较特别，但是我想要把这个秘密武器分享给大家，就是蚝油，蚝油2大匙。我今天要让这道卤牛肉的香气更香更独特，我用花雕酒。如果家里没有花雕酒，可以取代的是绍兴酒、米酒都可以。花雕酒5大匙，如果你是米酒或绍兴，一样也是5大匙哦。白胡椒粉1/2小匙，冰糖1大匙。再来把所有的腌料抓均匀，你不用担心冰糖不会融化，因为它等一下会在这腌料里面慢慢融化，再来卤下去它就完全融化了。抓均匀。再来是卤包，卤包你到超市、量贩店或菜市场，任何的牌子都可以，但记得不要太大包，像我这样小小包就好了。卤包这个时候也放下去一起腌。抓好之后，我们让它静置腌1到2个小时，让味道香气进去到牛腱的里面。牛肉腌好了开始要来卤了。卤东西的辛香料我只用3种：葱、姜、蒜，简单就好。然后喜欢带一点点辣的，你可以加辣椒。这边葱白、葱绿我会分开，葱白比较耐卤，放底部。再来是姜，我就直接拍扁，像这样子就好，放下去。这里我有一个自己的私房小撇步分享给大家。你看到我们葱回来洗干净之后，都会把这个头切掉，对不对？这里你只要把须须修掉，这个地方很香，卤东西很好用。你试看看，不要浪费。哎，放进去。再来换把牛肉放进去，卤包我就放中间了。其他的葱绿放上来。最上面放蒜头，我最上面会放蒜头的原因是因为蒜头没有炒过，直接下去生卤，卤到后面它比较容易会散掉，变软烂那种感觉，所以你放最上面比较不会去影响到卤汁。再来把剩的卤汁全部倒下来，最后倒入800cc 的水，再来直接放到电子煮饭锅里面，直接煮饭的功能按下去。来，这里我要强调一件事电子煮饭锅的原理是把煮饭锅里面的水分煮到干挥发掉，它才会侦测到里面的东西是熟了。那因为里面的水加的蛮多，所以一定要用计时器时间来计时它卤的时间。所以我们先计时1个半小时，让它去卤。来，我先来做简单的葱盐。这个葱盐是等一下牛腱卤好之后可以搭着一起吃的。先切葱花，再来把它剁细，再接一点洋葱碎，切好之后再剁细一点，它的细度跟葱花尽量一致，两个混在一起。好，开始调味，白芝麻油也是香油1大匙，白胡椒粉1/2小匙，盐1/2小匙，糖1/2小匙。好，
全部拌一拌。这个就是简单的葱盐酱做法。我这个做法是没有淋热油的，因为要配着这一道牛肉吃，我觉得这样的味道比较刚好。好，拌好之后让它腌一下。腌一下呢，会把葱汁、洋葱汁香气它本身的甜味会释放出来。这个调好的味道是属于比较清爽型。如果你要味道稍微重一点，你可以像我一样加一些市售的胡椒盐，让味道再更重一点。好，时间到，来开锅了。这个蒸汽很大哦，要小心。你看哦，这个里面的卤汁它挥发了一些，那剩下来这个都是精华。这个时候的牛腱啊，基本上也很嫩了，但是也不是烂哦，因为烂就不好吃了。来，先把牛腱拿出来，这里沾一下卤汁。这个卤汁里面也充满了胶质，满满的胶质。然后我建议呢，卤牛腱给它放凉一下再来切。我会把卤汁过滤起来，因为这一些精华等一下有用途。这个牛腱卤好了哈，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最简单的3种吃法，而且创意又好吃。来，第一种就是最直接的，切一切淋卤汁，这样就是单纯的卤牛腱。但是今天还要再淋上刚刚教大家的葱盐，哇，这个下去不得了啦，真的是咸香够味。好，先切一点小黄瓜丝。我觉得小黄瓜丝跟卤牛腱蛮对味的。大家记不记得那个牛肉卷饼？牛肉卷饼也都会放小黄瓜，配着那个牛肉啊，哇，味道很赞。我买了很漂亮的盘子，用这个装一下，奢华一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卤好的牛腱，你看我这样子压，肉刚刚好，我切开给大家看。哇，这个颜色跟里面的牛筋汁都跑出来，有没有看到？照我这个方法卤出来牛腱，零失败又好吃。切牛腱，这个呢冰冷的也很好吃，就看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风味，自己做调整。淋上一些精华的卤汁，不要太多哦。最后再把刚刚调好的葱盐加下来。第一道葱盐酱牛肉完成。来，第二道我要做一个酱牛肉盖饭，一样啊，切点这个牛肉，自己要吃的可以切厚一点。好，先摆盘，再淋上灵魂的卤汁，再来放上葱盐，葱盐一定是少不了的。最近啊，因为高丽菜便宜，我有腌了高丽菜的泡菜。那这个腌法在上一次那个结头菜料理里面就有糖醋结头菜一样的酱汁，重复可以腌2、3次都很好吃。第二道酱牛肉盖饭完成。来，第3道我来做一份牛肉三明治，一样牛肉呢切适当的这个厚薄片，吐司呢我喜欢去边，如果你不去边也没关系。然后这种cheese片、番茄。小黄瓜盖上去，压一下，它才不会整个蓬起来。再来是今天的主角酱牛肉，自己要吃的可以不用客气，放多一点没关系。再把最后一片吐司盖上来，压下去。好，要压哦，好，翻过来，再压。啊，我忘了最重要的葱盐，赶快再盖上去。我有加这个会差很多哦。好，再来盖上来。打一颗鸡蛋，打到完全散，因为要来沾吐司，打越散越好沾。像这样子，你的蛋捞不起来，很像在捞水一样，这样就完成。再来把刚刚做好的三明治沾蛋液，记得哦，4面一定都要沾到。我这样子算下来，1颗鸡蛋是最刚好的，刚刚好。然后你把这个蛋液边边抹一下，像这样，好，来放下来。好，在煎这个吐司的诀窍是，你一定要轻轻的去压它。好，那一面呢，先用小火煎大概1分半。好，再来翻面。好，翻过来之后，你更要去压它哦，要靠蛋液去粘里面的吐司，因为我们里面没有放美乃滋这一类或优格这一类，让它有粘稠的这个调味料，所以你必须靠蛋液跟这个热度让它粘合起来。如果你要让它更完美的，你可以学我这样子起来多面煎。三明治煎好了哦，记得刚煎好热热的三明治不要去切，冷却一下，要不然会蹦开。好，热的三明治冷却一下，因为我刚刚讲我们里面没有像美乃滋啊，让它有粘性的这个酱汁，
所以你让它冷却一下，切出来会更漂亮。好了，有比较凉哦，哇，它凉的表面还是酥酥的，有没有？来，就从一半这里划开，非常的漂亮。哇，大家有没有看到牛肉三明治？想不到吧？今天的酱牛肉可以这样子的变化，除了传统的吃法，我们加上创意的葱盐之外，可以做一碗好吃的盖饭。再来变化一下不一样的西式三明治。今天的酱牛肉你有学起来吗？明天晚上你也买食材回来试看看，让您的家人吃一下不一样的创意酱牛肉。上菜！